有罪之身的大结局终于来了。刑警队长在得知10年前爆炸案的真凶后，本打算立刻前往展开调查，可结果在加油站加油的时候，汽车竟被神秘人动了手脚。不过好在他刚开出去不久，便立马就发现了问题。被人动手脚了，小五，抓紧！虽然在秦队的操作下，两人只是受了一点轻伤，但接下来陆明的一句话，却立马就让秦队察觉到了事情的严重性。很明显，有人不希望你们去名山县调查李海，证明你们现在的调查方向是对的。这也说明有人已经知道你们的调查方向。你有没有想过，谁会提前泄露你们的行踪呢？意识到警局有内鬼的秦队，当即便委托陆明利用社会上的关系，开始对李海展开了调查。结果当他找到李海曾经的相好时，竟又发现已经被人捷足先登。不过好在最后两人被他打跑，而捡回一条命的女人为了感激陆明，不仅告诉他李海的妻子是因为找李海死的，而且还直接说出了李海曾经的老大义哥。随后陆明通过三叔的关系打听到了这个所谓的义哥全名叫徐毅，是一个为了钱什么都能干的亡命徒，3年前被关进了监狱。于是秦队便立马出院，来到了徐毅所在的监狱，并立刻提审了他。果然经过一番周旋后，徐毅终于承认了当初是他让李海去炸的船厂。为什么要炸船厂？不是我要炸，是有人找到我让我炸。谁？我真不知道他是谁，不过他跟你们一样是公家犯。这样的回答虽然早就在秦队的意料之中，但当他从徐毅这里得知真相后，怎么都不敢相信单位的刘科长居然就是那个幕后的人。于是为了验证徐毅的话，他便跟手下的人还有陆明上演了一出引蛇出洞。而结果也正如他们所料，刘科长在得知陆明掌握船厂爆炸案的证据后，便私自前往了陆明跟秦文约见的地点。没想到你真来了。本以为身份曝光的刘志军会束手就擒，可让他们怎么都没想到的是，刘志军居然直接掏出手枪，朝着警员小武就连开数枪。好在陆明及时躲在了柱子后面，这才成功躲过了一劫。虽然秦文很快就带人赶到了现场，但刘志军却早已逃离。然而就在大家都以为刘志军会畏罪潜逃的时候，不料隔天警察竟发现他畏罪自杀。刘志军在认罪书中承认了他的枪支是非法所得，还承认了船厂爆炸案是他收受境外企业的贿赂。为了和马东荣抢生意，一手策划实施的，包括杀害李海的妻子李凤霞，雇佣王炳坤绑架胡珊珊，还有对秦队的暗害等一系列罪行都全部承认了。虽然刘志军的认罪书承认了一切罪行，可秦队却在他的妻子那里发现了不对劲，因为刘志军昨晚带走了家里所有贵重的东西和护照证件，这明明是要跑路的节奏，怎么可能会畏罪自杀呢？所以秦文认定他背后肯定还有人。然而就在警方还在调查这背后之人时，另一边的夏雪却已经开始行动了起来，因为她怀疑丈夫侯军就是那个幕后之人，所以隔天让陆明的人将女儿接走后，晚上便直接选择了跟侯军摊牌。果然当他拿出那颗侯军丢失的纽扣后，侯军当即便主动向夏雪承认了一切。原来当年侯军因为忍受不了马德荣对其尊严的践踏，这才联合刘志军制造那起爆炸案，而刘志军也是被他用其儿子的生命作为威胁，无奈的上吊自杀。只是让侯军怎么都没想到的是，夏雪拿出的纽扣居然不是他掉的那颗。于是气愤的他不仅当晚就安排人囚禁了夏雪，而且还让人绑走了女儿珊珊，目的就是想利用珊珊让出狱的马德荣交出当年的录像带。只是马德荣为救珊珊，被手下的混混连续捅了几十刀，直到秦文带队赶来，这才直接将手下击毙。可由于绑架珊珊的几个手下都死了，而且警方也一直都找不到夏雪的下落，所以导致警方依然没有证据抓捕侯军。于是无奈的陆明当即便打算用自己来引蛇出洞，随即他便直接拨通了秦队的电话，等待侯军前来赴约。虽然最终陆明成功帮警方拿到了侯军杀人的证据，但自己却也倒在了侯军的刀下。不过好在被抓的侯军最终被判处了死刑，而警方也通过陆明留下的证据，很快就找到了马克的尸骨，确认了马克当年是被夏雪刺中颈动脉后失血过多导致的死亡。最终林华跟夏雪因为防卫过当，分别被判处了2年和3年的有期徒刑。